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51周，即从12月19日到12月2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第50周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周开盘价是176.10，周收盘价是150.23。那在当周，它的最高价是在177.37，最低价是在150.04。那在当周，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周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周的成交量是5.816亿股。是前一周的1.23倍量增。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并且下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转为下行的走势。MACD 开口略有增大，双线是继续下行。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周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空头的趋势在增强。好，我们来看 K 线信息，在第50周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下跌中。那我们会看到当周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几周的低点，在这里我们讲的是11月21日当周的最低。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是要继续下跌的一个表现。对。那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一个现象，就是说日后如果我们会看到在当周是出现了一个抱有大量的实体长红 K 线，那要警惕日后如果股价不跌破前低，也就是150.04，那很有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强势的反弹。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第50周股价走势的预测。那第一个可能呢，我们说股价会出现突破有向上和向下。那向上突破，股价会收盘在199.5附近，对，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在当周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4的。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向下的一个突破，对，收盘价会在164，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在当周股价是不高于180的。实际在第50周收盘价是在150.23，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向下的突破。那我们预测的向下突破是在164。那虽然在点位上和实际发生的点位相差比较大，应该是相差非常大的，但是呢，它的本质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那出现这样的信息这是股价要继续下跌的信号。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那股价在第51周如果继续下行呢，我们说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回补日 K 线图当中的缺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日 K 线图的下方
144到137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缺口的。那它的第一个目标，对于周 K 线图来说，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好，我们回到周 K 线图。那我们在144这个地方加一条水平线，我们移动一下这个水平线，分别在144，然后在137，也就是说缺口的下限。好的，那我们说股价如果在第51周出现下行，它的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那缺口的上沿和下沿呢，分别都是强支撑。说接下来的目标，那一定是要出现比137更低的新低。好，那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下行呢，在下面的这个缺口这个地方啊，将会得到支撑。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在，第50周当周啊，在150这个整数关口位置啊，已经遇到了支撑，也就是说，股价在150这个地方遇支撑而没有继续下跌，说明这个位置啊，它是一个强支撑。那也就是说，后续股价如果不跌破这个150整数关口呢，那会很容易出现反弹的。好，那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反弹。股价在第51周如果出现反弹，它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5周均线值，叫5均值。5均值我们测算是在167到179之间。这里呢涵盖了前一周 K 线的最高，就是177。好，那么在这里边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先暂时讨论一下，说我们刚刚提到了，如果在150这个地方，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反弹的，那股价如果不继续下跌，会在150这个地方出现反弹，那反弹它就要重新站上5均值，那股价如果说能够重新站上5均值，那或者同时能够站上前一周 K 线的最高177，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一波非常强势的反弹。那但是呢，我们要特别关注，在反弹的时候，从167一直到179这个区域啊，如果不能够突破，那我们说股价会遇压而反转向下，继续下行，那将会出现新低，会出现一波新的下行的走势。所以因此啊，我们说在第51周，如果股价一旦出现反弹，我们要特别关注167到179这个区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句型，在179到167。好，我们把它变成红颜色。好，然后呢，我们再下移一条水平线，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下移到167这个位置。对的，好的，好，那我们继续来说。那我们说股价一旦出现反弹呢，这个区域是强压力，同时呢，我们说如果能够站上它，会继续反弹，这也是反弹的第一个目标。那如果日后能够站上这个位置，股价继续向上呢，
一定第二个目标就是200关口，对于周 K 线图来说，那200关口如果能够突破之后继续向上，就是上方的3号趋势线。3号趋势线是我们定义的在4月4日当周和8月15日当周定义的头头低的下行趋势。所以我们对于上行我们会看到5均值这个范围，然后200关口，然后是上方的趋势线，这是3个向上的目标。对，那我们把目前的水平线再调整一下，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呢，我们保留在200关口，对，我们保留它。好，那我们保留现在目前的上方这2个水平线。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第51周当周，我们要关注下方的2个支撑，一个是150，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缺口的上沿144。那这2个位置如果能够支撑住这个股价呢，那我们说股价会有反弹。否则如果不能够支撑住股价，我们说股价会出现进一步的下行。对，那上方我们要特别关注167到179这个区域。那我们说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个区域，将会出现一波强势的反弹。那如果不能突破这个区域，那将会开启新的一波下行的走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51周当周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就是当周新生成的200均值，是在164附近，在这个位置。第二个压力位就是这个167到179。好，它涵盖前高177，这是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再向上的第3个压力位呢，是当周新生成的10均值，是在187到192之间。这里呢，它又涵盖第49周的最高191，在这个区域。然后，当然再向上的压力就是200关口，第4个压力。好，我们再来看下方支撑。第一个支撑就是前低150.04，第二个支撑是144，第3个支撑就是137。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给出在第51周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呢是会出现止跌横盘，第二个可能呢会出现突破。这个突破我们依然指的是对前一周这个实体长红 K 线的突破。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可能，止跌横盘。如果出现止跌横盘，它将是一个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147，在这个位置。最高上方会到达164，收盘会收在159.50附近，在这个位置。这是第一个可能，止跌横盘。第二个可能会出现突破，是指对这根 K 线突破，有2个方向。那如果是向上突破，它将是一个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53，在这个位置。最高上方会到达192，收盘会收在190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呢是当周必须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在周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5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我们认为会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反弹向上突破。对，那第二个向下突破呢，我们说它应该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那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151，最低下方
会到达131，收盘会收在132附近。对，也就是它要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或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周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5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向下的突破。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51周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